这么说，小鹿和佩佳的相遇，是他在城中宿命下始终保持人性光芒的核心支柱。那我们成立一个组合，我们一起去守护世界的和平。意思是，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吗？只要你待在我的影子里就可以了。对于我来说，那时候的小鹿就是我的闪光侠，是让我不再孤独的英雄。小鹿这个角色的设定非常特别，因为他不是单纯的人间体，他本身就是杰德。作为贝利亚的儿子，小鹿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命运，而佩佳的出现填补了他的身世带来的情感空缺，也让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搭档。而在本集中，小鹿和佩佳却罕见的闹起了矛盾，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他们相遇的过程。故事的开始，本来正玩得高兴的他们，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佩佳不小心摔坏了小鹿的时钟，他们也因此大吵了一架，说出了对彼此最伤心的话。明明要是没有我在身边的话，你根本什么都做不到。好了好了，你这话是认真的吗？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好吗？那你证明能够一个人活下去啊，证明给我看啊！佩佳也因此离家出走。当佩佳独自游荡在街上时，小鹿还在幸运庄毫无头绪地修着时钟。此时的新闻中正报道着最近出现的一种奇怪现象，说许多游客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手脚麻痹的情况，而正在旅游的令人就遇到了这种情况。离家出走的佩佳在街上到处逛，没想到放飞自我的她也感受到了许多快乐，但在地球人的眼中，她始终是个宇宙人，不能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。她也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，在不经意间就走到了第一次和小鹿相遇的地方，回忆起了他们相遇的经历。没想到小鹿不仅没感到害怕，还开心地和他成为了朋友，因为他们都有相似的背景和经历，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成为了形影不离的伙伴。出门的小鹿表面上看似毫不在意，其实完全不习惯佩佳不在身旁的每一刻。得知消息的蒙亚也联合来也一起开导小鹿。听到他们的安慰和劝导之后，小鹿就在城市中到处寻找佩佳。现在的佩佳也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小鹿。就在他准备回去道歉的时候，此时地下突然出现一只怪兽，发出的光芒让佩佳全身麻痹。就在佩佳即将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小鹿及时出现救下了他。没想到这只怪兽的身上也出现了利特鲁之心，他之所以突然出现在城市中，就是为了向人们寻求帮助。这时辅警出 K 也为了抢夺利特鲁之心出现，准备将古维拉和利特鲁之心同时拿下。即使是尊皇形态，面对融合之盾的攻击也完全招架不住。没想到钻入地底的古维拉发出了光芒将他定住，配合小鹿成功打败融合之盾。古维拉身体中的利特鲁之心也转移到了小鹿的手中，他也在杰德的帮助下成功回到了大海中。故事的最后，佩佳和小鹿相互道歉之后，再次回到了他的影子之中。我把你重要的钟弄坏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该道歉的应该是我。你的影子还有空位吗？我也没有让别人进去的打算啊。当初摔坏的旧钟也在佩佳的帮助下成功修好。小鹿也意识到佩佳待在自己的身边并不是理所当然，他们的相遇也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这一集的本质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，要珍惜眼前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的人，不要等到真正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我们也能从生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，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也会有像佩佳这样的人默默陪伴。小鹿和佩佳的关系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搭档关系，他们都同时出现在了彼此最孤独的时刻，互相依赖，互相救赎，让他们彼此都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宇宙中孤独的浪子，也能拥有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地方。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直在一起的组合。